这是小米13标准版。这款产品在我看来啊，是最近几年除了玄机 O1对小米来说最重要的一款产品。它甚至影响了接下来几年整个安卓市场对于标准版产品的定义。那回顾小米13标准版成功的原因呢，无非就是小米在各家都疯狂阉割标准版质感、配置以及核心体验的大背景下，小米的刀法温柔了很多。而我手上这款小米 Pad 8标准版，让我看到了当年小米的影子。先来看外观，因为我日常用的呢是13英寸的大平板啊，所以当我拿到小米 Pad 8标准版时，第一个感受就是很精致啊，一体金属式的机身，搭配不到6毫米的厚度。有一说一，质感上你并不会觉得这是一款标准版的产品。我们把它和上一代7 Pro 来对比一下，真的是安能辨我是雌雄。不过呢，质感上拉齐并不是这一代小米 Pad 8标准版的最大提升，这一代 Pad 8标准版最大的提升，那肯定就是性能方面。上一代小米 Pad 7 Pro 采用了当时的次旗舰芯片骁龙 8S Gen 3，标准版则采用了骁龙7 Plus Gen 3，这是两者最大的差距。这让那些觉得 Pad 7标准版质感和外观已经不错，但又对性能有要求的用户很是尴尬。到了小米 Pad 8标准版上，处理器升级到了第4代骁龙 8S， 安兔兔跑分我们实测来到了233万分，并且呢，我们也实测了2款热门游戏。先看原神。在全高画质下，虚拟城绕圈跑图33分钟后，平均帧率59.7帧，平均功耗6.67瓦，耗电只掉了1%。屏幕最高温度35.3度，后盖34.8度，中框34度。再来看看崩铁，那依然呢是使用全高画质，在星下海中出绕圈跑图约32分钟以后呢，平均帧率59.5帧，平均功耗8.08瓦，耗电6%。屏幕最高温度38.6度，后盖38.3度，中框37度。所以能够看到啊，哪怕你是一个喜欢玩手游的用户，小米 Pad 8标准版的性能表现也可以很好的满足你的需求了。性能这部分虽然和 Pro 那肯定还有差距，但它从上一代的行和不行这样的选择题，变成了一个根据预算去权衡的加分题。并且呢，也是因为澎湃 OS 3的加持啊，小米 Pad 8标准版的日常流畅性表现很不错，像是呼出控制中心、小窗拖拽这些场景呢，切实得到了提升，绝对不是玄学啊。这个我们在澎湃 OS 3的视频里就提到过了，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视频的最后，我们把小米 Pad 8 Pro 和小米 Pad 8标准版的参数给大家列在这里，我再和各位详细看一下小米的刀法到底如何。首先，屏幕上两者完全一致，并且标准版也有防眩光的版本，这个呢我是强推的啊，因为小米的普通版和柔光版它并没有像苹果那样巨大的差价。我个人认为柔光版的屏幕触感和面对环境光的适应能力都明显要更好。前后摄 Pro 和标准版那肯定是有区别的，但对于平板这个品类来说，这在我看来甚至都不算一个刀法，懂的都懂啊，没什么用啊。电池容量上两者完全一致，都是9200毫安时，而且呢有和 Pro 一致的22.5瓦反向快充。不过标准版的有线充电功率要小一些，但是续航越好，对于快充的需求程度就越低，这是一个在我看来完全可以接受的地方。那解锁方式上 ，Pro 它多了一个指纹解锁，这个确实是优势啊，没啥说的。还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次小米 Pad 8系列呢，首次在标准版上搭载了 WiFi 7，网络体验呢，理论上也会比上一代更好一些。那视频看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小米 Pad 8标准版能让我想起小米13标准版了吧？因为对于平板来说啊，它的核心体验无非就是屏幕、续航、性能以及外放。而在这些核心体验上，这一代小米 Pad 8标准版都没有做出非常大的取舍，而且兼容了比较丰富的配件生态，就算是标准版也有旗舰级的配件体验。所以呢，小米 Pad 8标准版很可能成为日常用起来和 Pro 区别不大，但是在价格上更有优势的一款产品。小米选择把手机上温柔的刀法下放到平板产品线，我不敢说这款产品能像小米13标准版那样影响未来几年的市场环境，但我相信，如果你想买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安卓平板，小米 Pad 8标准版会是你要考虑的一款产品。OK，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到简单评论处发，我是推，我们下期视频如果好运，拜拜。